我把自己卖到缅北，第一天到这里，我直接交了100万的投诚费，顺利加入了一线组。大家都说这里是人间炼狱，但我每天醒来都迫不及待的去诈骗，乐在其中。他们说我是疯子，但我比谁都清楚我要的是什么。四周挤满了人，白先生也在我旁边，盯着电脑屏幕，周围的人几乎屏住呼吸。我坐在电脑前，冷静看着对话框，一言不发。对面的人明显焦虑，讯息框显示不停的，对方正在输入。西哥有点急，催我：许完，你在干嘛呀？赶快催他发钱。我依然不理，坐得稳如泰山。西哥想再说什么，但被白先生制止了。时间过去，接近6点了，对方终于沉不住气，因为我告诉他6点是我下班的时间，今晚8点准时开注。许完，麻烦帮我下注。叮一声，对方直接汇了400万到我的账户，周围的人瞬间兴奋了。白先生赞赏地看着我，拍了拍我的肩膀说：你真是天生的好苗子，今晚发奖金，好好庆祝一下。他的拍肩让我不由自主地抖了一下，但他莫多说什么，只是深深看了我一眼，然后指挥手下紧急提钱。这笔钱会从全国各地的银行迅速提现，绝对不会出错，这也是我选择来到这里的原因之一。白先生是这个园区的老大，大概30来岁，外表斯文，可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，他的狠辣在缅北无人敢挑战。西哥惊讶地看着我，可以呀，我没回应，抬脚给他看我脚上的镣铐，他笑着给我脑袋上来了一巴掌，看你这细皮嫩肉的，还真有一套。但他还是掏出钥匙，帮我解开了脚镣。这是我们之前谈好的，完成这单后就解开脚镣。四周坐满了人，他们脚上戴着镣铐，脚腕早已磨破流血，神情麻木地盯着屏幕。我感受到他们羡慕的目光，却毫无波动，继续工作。业绩最差的那个人偷偷瞄了我一眼，结果被西哥一脚踹翻，他人仰马翻摔在地上，镣铐直接勒出血痕。他慌忙爬起来，跪地求饶：西哥，我错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但西哥莫给他机会，拿起键盘砸在他头上，血瞬间涌出，然后他被拖去屠宰场。我曾经路过那里，黑暗的仓库里充满刑具，凄惨的哀嚎声四处回荡。有一次，我亲眼看见一个男人被烧红的铁棍挖去双眼，挑断手筋，削掉鼻子，最后被丢进狗粪桶里喂狗。后院养着恶犬，这些废人最终会沦为狗的食物。所以当西哥说要把那人送去屠宰场，我就知道他完了。在这里，人一旦被榨钱价值，就像猪狗一样，随时被处理。这次我只拿到2万块。当那叠钞票砸在我身上时，我内心毫无波动，但脸上还是露出感激的笑容，对老板千恩万谢。在这里，无欲无求的人活不久，因为握把柄的人随时都可能被舍弃。庆功宴上，白先生当众表扬了我，场下的人有的少了一只眼，有的缺了手指，就算末残疾，身上也都是伤痕累累，但他们依然欢呼着。我不同，来这里1个月了，我完好无损，因为我是这里的王牌诈骗手。我站在院子里看星星，白先生走过来，看到我居然有心情看星星，似乎有些惊讶。后院时不时传来凄厉的惨叫声。他问我：许完，你为什么来这里？老板，我想赚大钱。我毫不犹豫，真诚地回答。白先生似乎很满意我的答案，然而下一秒，冰冷的枪口就对准了我的太阳穴。许完，我不喜欢被欺骗。他脸上挂着笑，但眼神冷得像刀。他很少笑，若一旦露出笑容，必定有人要遭殃，所以我老老实实的交代，莫打算隐瞒他。我杀了人，留在国内不过进监狱。我想赚钱，也想活着花钱。我知道我第一天踏进这园区时就被调查得一干二净，他对我的来历了如指掌。脑袋上的枪终于被放下，白先生用手帕擦拭着枪，对我说：许完，认真点。我小心掩去额头上的汗，庆幸自己又活过一天。来到这里后，每天的目标就是多活一天，因为活着本身就不易。园区上空烟火绽放，庆祝400万的到来，一响就是50万，开了单子就放烟火，烟花在我眼中闪烁着绚丽的光彩。黑暗中，我的眼神坚定如钢。我拒绝了白先生给我的2天假，通常开了大单子，园区会人性化的给假期，带着上街采购，但我哪里都不想去，坐在电脑前继续工作。唯一的要求就是接下来的诈骗对象必须由我来挑选，每一步都在监视下，我也没法做小动作。他们当然同意。我在电脑上输入那些几乎背烂的数字，弹出来一个热血的动漫头像，昵称杀戮天尊。西哥走过来皱眉：二次元你就找这种诈骗对象啊？这些人都是又穷又多事。我微微一笑，他不一样。我发送了好友申请，备注使命召唤，对方几乎秒回我：你是谁？我回他：
不是你申请了使命召唤的免费皮肤吗？他回不是。我也不再说话。接下来几天，我全心全意地经营朋友圈，内容全是游戏福利，还晒出很多截图，都是给粉丝赠送皮肤或转账的。5天后，杀戮天尊给我的朋友圈点了赞，我微微一笑，鱼儿上钩了。我塑造了一个正在创业的年轻女孩形象，真诚地写下童年游戏经历，决定建群，随机进行抽奖。深夜时，杀戮天尊进了群，群里总共40个人，38个都是内部号，剩下的只有我和他。白先生时不时在楼上盯着我，但我除了工作，没有任何小动作。每天醒来的瞬间就是拿工作机，我有本笔记本，里面全是针对诈骗对象的详细笔记。当别人紧张着诱导赌博时，我悠闲地经营朋友圈，偶尔在小群里分享最新皮肤消息，还伪装粉丝自问自答。接下来的每一天，杀戮天尊都在给我点赞。1周后，新皮肤上线，我私聊他，宝宝，恭喜你是今天最后一个幸运粉丝。他几乎秒回，卧槽，真的假的？我故意说今天运营下班，送不了，让他明早来找我，还在朋友圈晒了杀戮天尊中奖的记录，真诚的文字。他还评论太幸运了。第二天早上6点钟，他准时发讯息，我早已醒来，拖到8点才发二维码给他，那是技术部早就做好的，扫描后是使命召唤的官方界面，需要他授权微信，并告知验证码。他毫不犹豫地发了验证码。结果我发过去的链接跟游戏无关，而是付款链接。验证码通过后，我看到了那一长串余额。我发了已领取皮肤的截图，他惊讶我没有收到啊。这下轮到我惊讶，核实后告诉他，因为系统卡顿，我和他的微信都被冻结了，让他去找客服。客服当然也是我。杀戮天尊慌了，我说要解冻需要号主的身份证，还要重新投入被冻结的金额。他磨蹭了许久，最终一一照办。打过来500块后，杀戮天尊十分慌张，不停追问客服怎么还不回来。我告诉他金额不足，希望他想办法。这时群组里弹出一些人的聊天记录，大家都收到姐姐送的皮肤了吗？收到啦，我已经实战了，酷毙了，谢谢姐姐，配上游戏截图。我刚收到，系统不稳定，我的微信也冻结了，我还去找客服，但赔偿了1000块。嘿嘿，发言的也是我，昵称使命大王。发完言2分钟，杀戮天尊就在群里艾特我了，兄弟，我的也被冻结了，客服可靠吗？如果不解冻会怎么样？我当然肯定客服，详细说明后果的严重性，告诉他可以先拿家里的钱垫一下，还会返现。杀戮天尊终于还是打了2000块给我，而我也按照约定送了他皮肤，并多返现了500块。我时不时在群组里发红包，每次的运气王都是他。杀戮天尊越来越信任我，我一步步引导他。他告诉我他妈在法院忙，几乎不管他。我假装劝和，实际上挑拨。他本就暴躁，我越劝他越叛逆。那个老巫婆，我看他就是贱，贪污那么多却不给我。是啊，老巫婆。我突然想起庭审后，我满身伤疤地蹲在法院门口，李慧仙穿着法官服走出来，我扑上去拉着她的下摆。法官阿姨，他们说的都是假的，你相信我，我这身伤就是证据。她的脸冷漠中夹杂着轻蔑，告诉我审判结束了，你父母已经拿了钱，快滚吧。而他的儿子一边打游戏一边往前走，因为太入迷，被我绊了一跤。他瞬间怒了，直接踹了我一脚，骂我臭婊子，害他的技能默放出来，思绪抽回来。我笑了，发了一个叹气的表情包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们几乎无话不谈。我假装跟他知心，给了许多返现送皮肤的机会，还告诉他不要在群里炫耀，否则大家会说我偏心。他兴奋地答应。2个星期后，限定肌肤上线，不出所料，他又来找我了。我告诉他1万元返2万点券，5万返10万，而这款皮肤的保底金额是5万块。他犹豫了一会儿，但群组里已经有人发图，新皮肤手感真的爽，我3万点券就抽到了，赚翻。在这样的诱惑下，他心动了，莫多想就直接打过来5万块。西哥站在一旁看着，满脸佩服。但我真正的目标可不只是这5万块。这次他并没有得到返现，我告诉他解冻需要10万块。之前的信任让他毫不怀疑，于是他再次偷偷用他妈的银行卡转过来，可惜这次依然冻结了。他急得不行，我解释说是由于操作失误导致他的银行卡冻结了，接着引导他发来银行卡的密码和验证码，里面有足足500万。技术部1分钟内便把钱转到了大量不同的账户中，同时我装作着急，告诉他因为银行卡的问题，连我的账户都被封了，威胁他如果不帮我解冻，
我就报警。他彻底慌了，求我千万不要报警。顺着我的引导，他跑去各大平台借贷，我推荐的都是高利息的借款，加上亲朋好友的支援，一共凑了300万，全都打给我。这笔巨大的金额惊动了白先生，他冷静地在技术部指挥着，一边让我稳住杀戮天尊。这时候非常关键，稍有不慎，钱就会被银行冻结。杀戮天尊的讯息接二连三的发来，姐，我已经转过去了，行了没有啊？我妈已经知道了，疯狂打电话，你快点啊！你不会是骗子吧？回讯息啊，不然我报警了。我冷静回了一句，如果我是骗子，我死全家。系统延迟，还没收到款。当时间慢慢推进到第9分钟，白先生终于停下指挥，过来轻轻搂了我一下肩膀，打了一个 OK 的手势。你报警吧。我回了杀戮天尊，然后直接把他拉黑。西哥凑过来看了一眼，对我竖了个大拇指，你这是还挺毒的。我笑而不语，他不知道我的全家确实都已经死绝了。白先生对我很是满意，当即甩给我10万块现金，说道，许完，我的眼光很好。我露齿一笑，这次的业绩是805万，破了今年业绩第1的记录。第1的待遇是可以住进豪华单间，每周还能享受双休，还有热水洗澡。其他人则挤在几十人一间的平房里，铁门锁着，一人一张草席，横七竖八地睡在地上，24小时有人严格看守。上厕所超时的，不仅扣钱，还会被烙印。烙印就是用烧红的铁烫人的脸，直到血肉模糊，然后还会往伤口上撒盐，疼痛不说，伤口也很容易溃脓。当我拿着自己的盆走向单间时，那个被我挤下来的男人李子轩一脸怨毒地盯着我，像条毒蛇一样。据说他以前是个科研人才，技术型高手，真可惜了。走过时，他突然拦住我，阴冷地在我耳边说，许完，你猜我们谁先下地狱？我大声回应，你要让我下地狱？李子轩的脸刷白，显然没料到我会直接当众喊出来。西哥听见了，上去就是一个耳光，打得他眼镜斜挂在耳朵上，嘴角渗出血来。他缩到角落，不敢再吭声，眼神却像要生吞了我。我毫不在意，对他挥了挥手，然后走进了单人宿舍。我让西哥给我拿来一支铅笔，他谨慎地盯着我，似乎担心我会搞什么鬼。之前有人把笔藏起来，想撬锁逃跑，没成功，还戳瞎了打手一只眼，从此对这些东西看得很严。我就在他眼皮底下写了几个名字，揉成小纸团，然后把笔还给他。他狐疑地瞥了我一眼，最后提醒道，许完，白先生很看重你，别动歪心思。我微微一笑，这里这么好，简直是天堂，我干嘛要跑？西哥走后，我也不避开监控，直接躺在床上，把纸团握在手中摇了摇，然后随意挑了一个打开，上面写着一个名字，苏瑶。看着那个熟悉的名字，我咧嘴笑了。终于轮到你了，苏瑶，我真的很期待，整颗心都在兴奋地跳动。第二天吃饭时，我的饭里莫名出现了碎钉子，扎得我满嘴鲜血。西哥过来捏着我的下巴，让人一个个把碎钉子从我嘴里拔出来，仿佛在剔骨般疼痛，但我一声不吭。西哥莫把这事告诉白先生，但他还是知道了。他不会来看我伤得怎么样，因为我若是残废了，就没了利用价值。西哥会把我拉去屠宰场折磨完卖器官。白先生似乎什么都知道，带了李子轩去办公室，听说他还笑了。铁锯撑开李子轩的嘴，塞了烧红的炭，然后换冰块，反复折磨，最后在他嘴里和眼皮里插满了针。那一天，办公室里的惨叫声响彻整个园区，几个胆小的人瞄了我一眼，立刻低头不敢再看。我在医院躺了3天，吐了3天血沫。其实我早就看见李子轩在我的饭里下了东西，许多看我不顺眼的人都装作没看到，等着看我出糗。可从今以后，再也没有人敢对我有歪心思了。至于白先生，他并不是为我出头，而是借此惩罚那些质疑他决定的人，杀鸡儆猴。李子轩是我的鸡，也是白先生需要的鸡。我的嘴缝了10几针。休养的这几天里，我依然抱着工作机，为下一个骗局做布置。而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李子轩这个人了，他先下了地狱。我没有直接去找苏瑶，而是在他常混的留学圈慢慢潜伏。这账号我早就准备好了，平时很少更新，偶尔丢几张国外悠闲的照片装装样子。当我正翻着苏瑶的动态时，白先生不知道什么时候悄悄站在我背后，他挑眉，下一个目标是他。身材还行，但脸吗？照片里苏瑶扎着马尾在海边跑步，阳光照在她脸上，活力满满，身材的确是有料，奈何长了一张大众脸，就算 P 图也就不回来。我转头看着白先生，故作镇定地说，文娱部最近不是缺人吗？我帮他安排一下。白先生意味深长地看着我，点了点头。西哥也附和，
到时候我去接人。我看着西哥盯着苏瑶的眼神，心里冷笑，这种货色在文娱部很受欢迎，我没去过，但也听过他们的玩法，长的不行的直接扔到下等窝，每天伺候一群人，等被折磨得不成人样或是染上病，就卖去公海，而那些漂亮的就被某些大佬挑走，待遇好点，但也不会长久。至于苏瑶这种长相平平的，既当不了荷官，也不会被挑走，我一点也不担心她。接下来我发了一则求助帖，寻安城好心人帮忙邮寄10箱城南的酥油饼，家里有生意在国外，许久未回国，想念家乡味，重金酬谢。苏瑶超爱那家的酥油饼，这点我记得很清楚，毕竟她曾经一边吃着饼，一边踩着我的头，饼屑掉满我脸上。原来踩人头这么爽，哈哈哈！她当时笑得不行，旁边的人也跟着起哄，而老师和同学们经过时，全都默默走开，甚至连眼神都懒得给。思绪回来，我松开了紧握的滑鼠，看到下面一堆求着帮忙寄饼的评论，但苏瑶还没出现。我花钱买了置顶流量，知道苏瑶肯定会看到。果然，下午10分，我看见她查看了我的主页。10分钟后，她发来私讯，我故意不回，隔天才说不好意思，公司太忙才看到，你加我吧。号码一发过去，他秒加，还贴心发了个表情包。朋友圈我早已为他精心布置，时不时秀个晨跑、高尔夫、滑翔，这些都是他梦寐以求的富人生活。他的目标就是嫁个有钱人，但无奈家境普通，没机会接触到这个圈层，于是他只能不断发元气女孩的照片，试图吸引人注意。只可惜网络上像她这样长相一般的美女太多了，只能吸引一些无聊男人，反倒像我这种自律又多金的男人，对她来说简直是致命的毒药。我装作既高冷又亲和，我们越聊越频繁，我时不时流露出奢侈的生活，一副随性而又高档的样子。我们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理，她越来越心动，她扮演着活泼明艳的角色，而我则恰到好处的赞美，像你这样的女孩真少见，瑶瑶你很特别，不好意思，这魔教你可以吗？他回当然可以啦，哥哥，还附上一个害羞的表情包。特产寄出去后，我立刻转了2万给他，他惊喜万分，对我的态度更加亲昵，几乎每天都来找我聊天，分享日常，或者问我各种问题，而我故意拖延回复，让他一直在等待。情人节那天，我给他转了5万2千，虽然没正式表白，但他已经觉得我们是在谈恋爱，开始给我发瑜伽后的照片，或者刚洗完澡的照片，隐隐带着引诱。哥哥，我练完瑜伽了，好累哦。宝宝，今天工作忙吗？嘤嘤，我刚洗完澡。我旁边几个人每次看到他这些消息，眼睛都快掉下来，震惊地看着我，而我一脸淡然，随口回乖，我在工作。我可没骗他，我的工作就是他。聊了2个月后，我终于邀请他来东南亚玩，还可以带朋友一起。我家庄园超大，随你们住多久都行。宝宝你真好。接待的所有事务交给西哥，园区安排的妥妥当当，直接在泰国转机，飞到了缅北。我向白先生请示，想去见证一下，他当然爽快答应了。我戴着口罩站在西哥身边，苏瑶挽着2位好姐妹的手臂，雀跃着从机场出来。热辣的短裤完美展现她纤细的腿，吸引了无数男人的目光。我一眼就认出她，心中浮现出浓浓的思念，但她显然默认出我，笑着走到我们面前。西哥自称是老板派来接人的，还偷偷给我使了个眼色，示意我好好赞扬一下，毕竟这次可是带了3位身材超棒的小姐。苏瑶完全不怀疑，还在给小姊妹们炫耀。其中一个笑着说，你男友好有钱啊，真羡慕。另一个却显得有些小心翼翼，不停四下张望，欲言又止，最后被苏瑶强行拉上了车。我坐在副驾驶，看着他们在后视镜里眉飞色舞地聊着恋爱故事，我们真的很有缘，好幸福。我忍不住想笑，西哥更是笑得前仰后合，真是单纯的妞儿，太可爱了，哈哈。这话其实已经有点唐突了。苏瑶的脸上瞬间浮现一丝怒色，你这么说话，信不信我让我男友收拾你啊？下一秒，苏瑶的脸颊被狠狠扇了一巴掌，她惊讶地瞪大眼睛，身边的2个女孩也惊呆了。话多了，给他们嘴巴封起来。不久，他们的嘴巴就被胶带封住，这会儿他们才意识到掉进了陷阱，可身边都是壮汉，根本无法逃脱。车里的哀嚎声此起彼伏，我摘下口罩，转过头对苏瑶露出笑容，好久不见，苏瑶，我真的很想你，才叫你来的。呜呜，她瞪大眼睛，像现了鬼般，脸上全是震惊和恐惧的表情。旁边的2位，我从中学时期就认识，都是苏瑶的跟班，喜欢奉承的叫李亚，
总是冲在最前面，帮苏瑶出主意折磨我，而性格谨慎安静的叫沈双双，则总是帮苏瑶善后。他们完全傻了。李亚被绑住后，急得在座位上挣扎，甚至用头撞车窗。西哥看得烦躁，摆了摆手，示意手下处理。2位壮汉一拥而上，瞬间把她的裙子撕了。车里立刻热闹起来，苏瑶和沈双双几乎不敢动，表情惊恐不已。抵达园区时，李亚身上满是青红的伤痕，头发乱得像鸟巢，两眼无神地盯着空气。他被抓起来，直接丢下车。文娱部的四姐走出来，随意瞥了一眼那条死鱼般的李亚，这个用处不大，送去下等窝接客，别太快弄死了。四姐在这里主管工作，也是白先生的第4位情妇，虽然是个女人，但比很多男人还狠。她在白先生身边待了4年，底下的人都尊称她四姐。说完，2位男人过来把李亚拖走，地上留下一条血印，让人心惊胆战，留下苏瑶和沈双双瘫软在地，两人泪流满面，惊恐地等待着未知的命运。他们被送进文娱部，临走前，我亲自为苏瑶撤掉胶带，看着她眼中的惊恐与愤恨，心中暗自快乐。欢迎来到缅北，小公主，我当年说过，我在地狱等你，我低声说道。苏瑶的眼泪再次流下。许完，你这个魔鬼，我说的没错，你就是变态，你家着火怎么没烧死你？我要杀了你，杀了啊！他想伸手抓我的脚，却空了，因为四姐已经揪住他的头发，将他提起来，给了他几个耳光。贱蹄子，还敢在这里乱叫！把这俩送进2号房，换轻轻的班，让他们学习规矩。沈双双立刻推开苏瑶，跪到四姐面前，乖巧地说：“沈双双确实聪明，能在这种情况下迅速找到出路。四姐大概很少见到这么乖的新人，与苏瑶的疯狂形成鲜明对比。不错的女孩，只要你听话，这里赚大钱没问题。”苏瑶愤怒地斥责沈双双不要脸，但她很快就被拖走了。我看着她的身影渐渐消失在黑暗里，伴随着凄厉的惨叫声，心中前所未有的痛快。我把赚来的奖金塞给西哥，请他告诉我苏瑶的消息。他掂了掂手中的钱，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。许完，仇恨可不小啊，哈哈哈！我笑了笑，回到房间，将那几个纸团一一展开，将苏瑶和李慧仙的名字撕得粉碎，然后放进嘴里吞下。剩下的2个纸团，我随便抽出一个，打开后，上面写着蒋明恩。我盯着那3个字看了许久，最后笑出声来，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。我的恩师，我来报恩了。我叫进了他的办公室，老实说，我心里并没有底，不明白他叫我去的目的，内心隐隐担心他会发现什么不该知道的事情。当我推门进去时，白先生一身唐装，正对着佛像虔诚的双手合十，屋子里弥漫着浓郁的檀香，色调也显得有些阴暗。许多诈骗集团都热衷于拜佛，他们做着这世上最无耻的事，却怀抱着对神佛的虔诚，让人无法理解他们究竟是在敬拜什么。这样的情景真是又可笑又可怕。就像蒋明恩每次对着镜子低下我的脑袋，做完那些肮脏的事之后，便会焚香拜佛。他的办公室里香火不断，身上总是散发着檀香的气味。我一闻到那熟悉的香味，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。多年前的恐惧如噩梦般久久挥之不去。白先生终于转过身来，从抽屉里拿出一叠美金递给我，示意我坐下。我自觉地接过钞票，然后坐下。白先生戴着金丝框眼镜，显得格外儒雅。若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他是位文学家，但我透过那镜片，却明显感受到他眼中闪过一丝锐利的寒意。他突然抬手捏住我的下巴，手指轻轻划过我的眼睛，然后滑到脸颊，再到锁骨。我强烈压抑着内心的颤抖。这张脸真漂亮，如果是女人。他这句话一出，我的手脚瞬间冰冷，低下头，眼睛死死闭上。幸运的是，他并没有进一步的动作，而是放开了我。许完，我一直对你的表现很满意，也很看好你，但你和这里的所有人不一样。我知道你的家1年前被烧了，父母也死了，那你赚钱究竟是为了什么呢？我曾经认识一个姐姐，我想赚很多钱，让她过好日子，好好生活。她叫什么名字？盼盼，李盼盼。我抬起头，直视着她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地回答。这次蒋明恩主动找上我，我晾了他2天才透过好友申请。他的第一句话就是2000，这是我的规矩。名声在外的王天师其实并不是我，而是园区专家部的一个油腻男人，本来是在屠宰场杀猪的，白先生却将他捧成了短视频里的算命大网红，几乎所有爱好算命的人都来找他。他的算命准确无比，因为有园区的资料库做支撑。在我开始之前，白先生早已安排好一切，购买流量、拉群、找托，整个圈子几乎都传遍了。
王天师的准确性让人信服，并且他只算有缘人。网络上许多王天师的聊天记录都是“你好”不算，接着便是一片哀嚎，感叹自己命背。可惜的是，这些聊天记录早已是我们内部精心设计的，各个组别负责不同的任务，然后再下派到国内的各个区域。我早就知道蒋明恩对这个圈子格外关注，甚至加了群，每天密切观察。最近群里都在讨论张天师的个性与孤傲，果不其然，他果然上钩了。不久后，他直接转了2000块过来，急切地发了一条消息：大师，您能帮我算命吗？我回道：你好，算。他激动的不行，立刻拍了一张左手的照片发过来。看手相的规则是男左女右，显然他对这些颇有研究，而我跟着王天师学了许久，对这些门道也非常熟悉，特别是面对他。今年41岁，职业是老师，家庭和睦，还有一个13岁的女儿。对，真的太准了，我从来没有遇到这么厉害的大师。他的激动回复令我忍不住一笑，但我随即发出一句冰冷的话：你的未来本来一片光明，可惜作孽太多，鬼怪缠身，你时常做噩梦吧？是的，简单的字句道出了他的无奈。我告诉他，有厉鬼在他身边盘桓不去，长此以往，他的阴气会入体，命不久矣。他顿时惊恐不已。我为他请了平安符，价格1万，他想都莫想就转过来了。他并不富裕，主要依赖妻子的娘家过日子，生活过得相当滋润，而他的钱却有一半都花在了神佛上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每天为他献上改命，每次的费用依旧是2000。不久后，他告诉我他的睡眠变得稳定，连声感谢我。我笑了，哪有什么改命，只不过是花钱买了心安罢了。他对我的信任愈加深厚。我告诉他，心诚则灵，我只渡有缘人。跪拜749天后，邪祟便无法近身。我发了一个链接给他，让他潜心诵读里面的内容。当他点开那个链接时，园区的技术骇客直接入侵了他的手机，里面有一个文件夹，全都是他拍摄学生的影片。这些女孩大多出身困难，性格怯弱，被他威胁后只能沉默不语，有一位甚至跳楼自杀，还有2位堕胎后休学。我将那些影片复制下来，并传送给了学校、公安局以及他通讯录里的每一个人。是的，我还把那些影片发给了他的温柔妻子和单纯女儿。我猜他们看到时一定会惊讶不已。我还以输入资讯为由，索取了他的验证码。在他专心诵读佛经的5分钟里，卡里的300万已经被提走了。等到他银行的转账资料过去时，他刚读完经，估计亲朋好友都收到了那份惊喜。他开始疯狂打电话给我，语音暴怒不断。白先生淡淡的比了个手势，我直接将他拉黑。拉黑之前，我发了条讯息：蒋明恩，你或许不记得我了，我是许完老师，承蒙多年教导，祝您余生发烂发臭。他还来不及反驳，我想他此刻的心情一定和我一样激动。我的心狂跳不止，格外兴奋。青天白日下，整个缅北的上空却不断飘散着烟火。白先生晚上为我办了一场庆功宴，发了10万块的奖金，我一分都莫动，全部送到了文娱部，给了四姐。她眯起眼睛看了我一眼，惊讶地说：许完，敢明目张胆给我塞钱的你可是第一个。我笑笑回应道：四姐，我想见苏瑶。她几乎笑得花枝乱颤。不会吧，这是舍不得了。最后他还是带着我进了文娱部，这里一共4层，顶层住着最光鲜亮丽的荷官，他们凭借美貌和发牌生存。地下1楼则是下等窝，20多个人一间房，房间密密麻麻，藏在黑暗中，闪烁着艳俗的灯光。中间2层是普通员工宿舍，都是10人间。工作时甚至有好看的衣服穿，他们的主要工作除了接客，还有更多的是裸聊。我跟着四姐来到3楼的一个小房间，里面散发着浓重的霉味，外面的墙皮剥落了一层。大冷天里，女孩们浓妆艳抹，衣着暴露，面对着电脑。我私下找了找，却没有看到苏瑶的身影。四姐指了指角落里一个只穿内衣的女人，我看过去差点认不出来。此时的苏瑶光着腿蹲在凳子上，脸上画得跟鬼一样，正在和电脑里一个油腻的光头聊天，语气惹人厌，说着一些恶心的话。他的腿上全是伤痕，青紫交加，甚至手上拿着手机的小拇指缺了一根。四姐随口提到，这个蹄子刚来的时候可闹腾，几次3番想跑，还弄伤了客人，最后收拾了也就乖了。我听西哥提过，舔着嘴唇跟我说他很闹，但还是赞赏了一下他的身段。后来听说他去过2次，最后因为嫌他脏就不去了。苏瑶曾经那模张扬精致，如今却狼狈不堪。看到他这样，我心中不禁感到高兴。我淡淡的说：真脏。四姐重复了一句：是啊，脏了。似乎在思考什么，我立刻推了他一把：四姐，
让他去负1楼吧，那里更适合他，他会喜欢的。四姐看了我半天，随意笑道：双双也是这么建议的，你俩还真是有默契。我听了这话，虽然心中有些疑惑，但很快想通，沈双双应该最恨的人就是苏瑶，在他们几人中，苏瑶向来是最嚣张跋扈的，沈双双是他的第一个霸凌对象，后来一直默默跟在他身后，善后背锅。如今因为苏瑶来到了这个人间炼狱，沈双双能不恨吗？自然不能。我在铁窗外盯着角落里麻木憔悴的苏瑶良久，似乎他感受到我的目光，转过头，眼睛猛地一缩，他想冲过来，却被一旁的管事一把抓住头发，啪啪2声耳光，然后扒光了他的衣服，踹在地上。臭婊子，你敢挂客户电话？我今天非弄死你不可！他光着身体蜷缩着，头被狠狠踩住，五官几乎变形，通红的双眼依旧死死盯着我。我看到管事用长针扎进他的指甲缝隙，顿时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响彻整栋大楼。许完，你不得好死啊！在这种时候，他还在咒骂我。我对他灿烂一笑，毫不生气。我本来就是从地狱爬出来索命的，还怕不得好死？我托四姐好好照顾他，然后一路快乐地回了房间。枕头下方只剩下最后一个纸团，里面写着 W。 西哥曾问我 W 是谁，我说也是我的诈骗对象之一，富有而有权利。一听到有钱，西哥瞬间笑容满面，夸道：你小子资源不错。我确实没说谎，因为那个男人真的是有钱，整整一个仓库的美金都是他的，而且确实有权，因为他掌握着许多人的生杀大权。晚上我敲响了白先生的房门，进了房间，我直接跪在他脚边，抬起脸，用一双水汪汪的眼睛看着他，然后脱去厚重的外衣，露出了雪白的肌肤。白先生，求您疼我。他看到我的模样，似乎并不惊讶，只是饶有兴趣地打量着我的身体。我小时候被注射了很多次雄性激素，发育并不好，几乎没什么料可看，但这张脸如今却出奇的美丽，足够引人注目。许完，你比我预想的还要快。我惊讶地张开小口，装出一副小鹿受惊的样子，惹人怜爱地说：您怎么知道我是？他并没有回答，而是用温柔的眼神看着我，最后拉着我的手，示意我起来。许完，你很特别。第二天，我在华丽的大床上醒来，白先生站在窗户边，点了一支烟，见我醒了，他将一份资料丢到我身边，第一页赫然写着我的名字，许完。白先生淡淡地说：核对一下吧。我翻开第一页，看到我的亲属关系一栏父母的名字，以及他们的死亡原因，意外烧死。我心中一笑，面上却轻轻蹙眉，看向白先生。不对，这里有问题。白先生轻轻挑了挑眉，静待我开口。不是意外，是我放的火。白先生，但我不是恩将仇报的人，谁对我好，我分得清，对我好的我一定会好好报答。我慢慢走到他的面前，依偎在他的肩头，柔弱的小脸上落下2滴眼泪。我想留在你身边，好好照顾你。他的身躯微微一怔，手指轻触着我肩头被烫伤的疤痕，却没有说话。但我知道，我成功了，我成为了白先生身边最受宠爱的女人。所有人都惊讶地看着我穿着裙子挽着他的手臂，惊得下巴都快掉了。西哥也吓了一大跳。仅仅一整晚的时间，我已经变了身份，早看他长的细皮嫩肉，许完居然是女人。他们私下里议论纷纷，但这里不算吃瓜圣地，多嘴的白先生直接丢给了西哥去解决。我很自觉，白先生需要的时候我就出现，温柔相伴，不需要的时候我也不吵不闹，丝毫不抱怨。他说我懂事，但我知道他喜欢我的不只是这张脸，还有我的聪明，尽管超越不了他的小聪明，就比如我瞒天过海的女儿身，却瞒不过他一样。白先生喜欢长发，我便留了长发。他喜欢看我哭，于是每次亲热时我都会流泪。他常常摸着我的泪眼赞叹，这双眼睛真美。我在他身边待了2年。第3年的时候，我觉得时机差不多了，于是等到某个大单子结束后，庆功宴时，我去了金库。这几年园区的收入全部存放在这里，我冒险找了很久才找到，里面全是现金。因为白先生最喜欢钱的味道，天气好的时候，他甚至会把钱拿出来晒晒，钥匙是从他身上偷来的。虽然白先生防备心重，但2年的柔顺让他对我卸下了戒备。他带着一群人匆匆赶来时，我正站在小山高的钱堆前，右手拿着打火机，左手是火把，整个仓库都被我泼上了汽油。他站在人群的最前面，面色阴沉。小丸，不要胡闹。我看着他笑，他问我笑什么，我说笑你。他直截了当地问我，许完，你想要什么？我摇摇头，然后一字一句地对他说，还记得吗？我告诉过你，我认识一个姐姐，她叫李盼盼，你一定不知道，
他是我的亲姊姊。白先生脸色沉重，眼神里却透露着不解，根本不认识什么李盼盼，你一定不记得了。5年前，你为大家做诈骗的示范教学，那个被骗的女孩就是李盼盼。我看到她的眼睛微微眯起，似乎想起了一星半点。我继续说，你骗了她所有的钱，告诉她能帮她赚到医药费，骗她去裸贷投资，她自杀了。她是这世上对我最好的人，也是唯一对我好的人。说着，我猛地抬起头，直视白先生，你一定很得意吧？这样经典的教学案例，哈哈。不过一切都不重要了。我晃了晃手里的打火机，他眼里的慌张清晰可见。第一次见到他露出这样紧张的表情，我觉得很好玩。毕竟这里可是数十亿美金，他所有的老底，在你身边的每一秒都让我无比恶心。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下，我将手里的火把扔向身后的钱堆，火焰瞬间汹涌而来，将整个仓库卷入，而我的身上早已涂满汽油。在大火席卷而来的最后一刻，我看着白先生绽开灿烂的笑容，我给你留了惊喜，希望你喜欢。是的，我早就染病了，拖着一副残躯苟延残喘至今，就是为了这一天。烟火弥漫中，我听到很多人在叫，还看到了姐姐。他牵起我的手，像小时候那样温柔的笑。婉婉，子子带你走好不好？我怔怔的点点头，跟着他往前走去。去哪我不知道，但应该是只属于我们2个人的家。番外，我叫许完，是女孩。听说我妈当年怀我的时候，家里找了算命先生，他说这一胎一定是男胎。结果我出生后，爷爷奶奶见我是女孩，直接甩脸走了。我爸更是说，干脆跟上一个一样，直接扔了。是的。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也是女儿，生下来后就扔在孤儿院门口，对外声称孩子流产了，庞福这个女孩从未存在过。但生我之前，他们已经大肆炫耀会是儿子，甚至准备了宴席。这次他们只能把我带回家。在那个年代，网络并不发达，我爸花钱找人，直接把我的性别改为男。从出生的那一刻起，我就被当作男孩来养，头发都是小字头，长了就立刻剪掉。当时我年纪小，对性别并没有太多观念，但渐渐发现原来自己是女孩。小学6年级第一次来月经的时候，我还在学校，裤子满是鲜红的血，吓坏了我，周围的同学都围着我笑。我妈来了学校，我慌张地看着她，手紧紧握着衣服，不知所措。刚想问妈妈我是不是得病了，她却冲过来给了我2耳光。从那天起，我的生活开始改变。我爸妈给我转了学，开始不断给我吃药，导致我发育停滞。每次来月经，即使是冬天，也让我泡进加了冰块的水里。那时我下体发颤，浑身发冷，小腹疼得要死，哭着喊爸爸妈妈。刚说一句肚子疼，脑袋就被按进冰水里。直到有一天我终于不再来月经，他们才满意的笑着，称我为乖儿子。此后只要我做出不符合男孩的行为，就会被拖回家里毒打一毒。而第2天，我妈又会温柔地摸着我的脑袋，为我准备早餐。一开始我不明白，为什么小时候对我呵护有加的父母会突然变得如此冷酷。后来渐渐明白，原来是我碎了他们的儿子梦。他们背着我在房间里感慨，早知道又是女儿，就该和盼盼一样，直接丢去孤儿院。这时我才知道，原来我还有一个姐姐，叫盼盼，只是被爸妈抛弃了。我努力寻找，最终在一家偏僻的孤儿院找到了她。她比我大2岁，已经不再念书，在厂里打工。后来她成了我生命中唯一的光。她给我零用钱，为我买好吃的。在我被爸妈惩罚不准吃饭后，她会冒着严寒，骑着脚踏车来学校送热饭。大冷天里，她的手冻得通红，从棉衣里拿出米饭和热菜，用塑胶盒装着，对我笑着，保全不让她进。我们只能隔着学校的大铁门见面。她看着我吃饭格外高兴，而我则忍不住流下眼泪。姐姐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傻瓜，你是我在世上唯一的亲人啊。她长得不漂亮，常年忍受着苦难，让她的脸颊粗糙暗沉，但眉眼依然散发着温柔的气息。阳光打在她的脸上，庞福她是一位仙女。我没有告诉她，在新初中过得并不好，很多人都欺负我。那个叫苏瑶的女生总是以看我不顺眼为由，带着全班孤立我。她嚣张跋扈，带着几个人把我塞在回家的路上，变着法儿的折磨我。她有2个跟班，那个张牙舞爪的李亚最让人厌恶。为了讨好苏瑶，她使出各种恶毒的招数，比如用卷发棒烫我的身体，烧我的头发，把我按在厕所的马桶里，说请我喝水。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对我，明明我只是正常上学，跟大家一样，只是不爱说话。后来我想通了，苏瑶这种人就是天生的坏种，根本没有理由，只是因为好玩，仅此而已。他特别喜欢吃城南那家烧饼，常常一边啃着烧饼，一边把我的脸踩在脚下，
朝我吐痰，甚至还摸着自己的耳钉取下来在我的手背上钉。这么漂亮的手，钉上耳环一定好看，你说对吧，许完？他笑得格外开心，而周围的老师和同学却快步离开，选择漠视，看都不看我一眼。我告诉了爸妈，他们却说，为什么不欺负别人就欺负你一个？就你是多不要脸的贱皮子！我忍受了3年的校园霸凌。高中的时候，我以为摆脱了苏瑶，没想到又遇上了蒋明恩这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，嘴上说着为人师表，却对我下手。在办公室里，他反锁了门，对着摄影机狠狠扒了我的衣服，将他的罪行记录下来，作为威胁。许完，老师只是太喜欢你了。他的眼睛下露出一丝和善的笑容。事后，他女儿蹦蹦跳跳地来到办公室，他却面色不改地迎接，将女儿抱在肩头，像个慈父般对待她。乖女儿，爸爸在跟学生讲题。我心底在颤抖，抱着作业本飞速逃离，不敢再停留一瞬。半夜我缩在被子里，哭着在网上查该怎么办。有人告诉我，勇敢去报警，惩治罪恶。我去报了警，但因为我是未成年，警察叫来了我的父母和蒋明恩。他大概没想到我会报警。案件送到法院，庭审的女法官却主张调解。蒋明恩用40万跟我爸妈私下和解，而这些钱1分都没有进我的口袋。我想继续追究，可是我爸妈狠狠暴打了我一毒，铁棍落在我的背上，像碎了骨头般生疼。建仲，如果再敢提这件事，我就打死你。蒋老师说了，只是意外，我看你就是勾引他。果然没根的货色就是天生贱，你怎么不去死？我倒在地上，心一点点变冷，心里的恨不断滋生壮大，心中有一个念头在响起，杀了他们，杀了他们。就在这时，我发现自己染病了，去小诊所被姐姐发现了，她泣不成声。这个时候，为了我的医药费，她被骗走了所有积蓄，去裸贷，最后跳楼自杀。而我对身体的状况毫不在意，反正我的身体已经烂透了。我疯狂计划着复仇。子死后，我在饭菜里下了药，将父母锁在屋子里，然后一把火将一切全烧了。最后，我拿着他们所有的钱，将自己卖到了缅北。什么廉耻，什么自尊，什么身体，我统统不在乎。自始至终，我都很清楚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。真好，我终于和姐姐团聚了。